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绝对让大家大开眼界，简直是两岸婚恋中的神仙打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咱们对事物的理解可能太过主观，尤其是对台湾这个地方，很多大陆人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呢。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主角燕子，北京姑娘，家庭条件特别好，爸爸是北京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妈妈是某知名高校的教授，而男主角阿红是台湾高雄人，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是那种技术特别牛但不爱说话的工程师类型。两人是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的。燕子当时在北京读博士，跟着导师去台北参加学术会议，而阿红则是会议的技术支持人员。这不，两个人眼神一对，那叫一个命中注定啊！燕子回北京后，两人就开始了远距离的网恋。你们猜怎么着？才半年时间，阿红就飞到北京向燕子求婚了。燕子那是相当激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毕竟在他眼里，阿红不仅人长得帅，性格也特别温柔体贴，对他简直是百依百顺。但是问题来了，当燕子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的时候，他爸爸当场就炸毛了。什么？要嫁给台湾人？他在台湾有房子吗？有车吗？年收入多少？燕子爸爸连珠炮似的发问。燕子有点懵，爸，阿红在台北租房子住，说等结婚后再考虑买房的事情。租房子？燕子爸爸的声音提高了8度。他连房子都买不起，凭什么娶我女儿？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有3套房？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委屈？嫁给他你要去台湾租房子住？门儿都没有。燕子妈妈也帮腔道，是啊，女儿，我们不是歧视台湾人，但是你看看人家李家的女儿，嫁的那个北京男孩，婚前就给买了4环的大平层，你阿红拿什么跟人家比？燕子当时就不乐意了，爸妈，你们这是什么思想啊？现在又不是只看房子的年代。再说了，阿红虽然现在没房，但她工作稳定，在台北科技业工作，前景很好的好吗？燕子爸爸冷笑一声，台湾能有什么好工作？不就是小日子过得去吗？人家北京、上海的年轻人现在都是年薪100万起步，台湾那边能有什么发展？就这样，燕子跟父母的第一次婚姻谈判以失败告终。但燕子可不是轻言放弃的姑娘，她偷偷联系了我，丽姐，希望我能帮她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毕竟在相亲圈混了这么多年，我处理过的奇葩家庭矛盾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跟燕子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她一见到我就哭诉起来，丽姐，我真的很爱阿红，但我爸妈就是看不起她，总觉得台湾那边穷，嫁过去会受委屈，但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台湾啊。我拍拍她的手，安慰道，别急，慢慢说，你爸妈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什么年代啊？燕子无奈地说，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吧。他们总觉得大陆发展这么快，台湾肯定比不上，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价那么高，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富裕。哎呀妈呀，这就是典型的信息差啊！我不由得笑了，你爸妈这观念可真是太落伍了。现在的台湾发展的可好了，尤其是科技业，薪资水平在亚洲都是数1数2的。你知道吗？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多了，人家生活质量可不比咱们北上广差。对啊，燕子激动地说，阿红虽然没有北京那么高的房子，但她的收入在台北算是中上水平了，而且台湾的医疗教育都特别好，社会福利也完善。我去过他家，他父母住的房子虽然不大，但特别温馨，小区环境也超级好。我点点头，这才是重点啊！咱们不能只看房子大小，也要看整体的生活品质。再说了，台湾那边的房价收入其实比北京合理多了，年轻人靠自己努力是完全可以买得起房的。而且我继续说道，你知道为什么台湾年轻人不像北京年轻人那么着急买房吗？因为人家的租房市场特别成熟，租房的权益有保障，不像咱们这边租来的房子哪有自己的好这种观念。在台湾，很多人即使经济条件不错，也选择先租房，把钱投资到其他地方，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燕子的眼睛亮了起来，丽姐，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特别有道理。阿红就经常说，与其把钱都砸在房子上，不如拿去投资或者享受生活。他平时虽然省吃俭用，但对我特别舍得花钱，我们一起去过好多地方旅行呢。看吧，这就是文化差异啊！我感叹道。大陆这边，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大家都有一种不买房就没安全感的焦虑。但台湾社会更加成熟稳定，人们的价值观也更多元。但问题是，怎么让燕子的父母明白这一点呢？
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灵机一动，这样吧，既然你爸妈不了解现在的台湾，那就让他们亲眼去看看，你安排他们去台湾旅游，顺便见见阿红和他的家人，实地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活，说不定就改变看法了。燕子一拍大腿，丽姐，你太聪明了。我爸妈确实从来没去过台湾，只是道听途说。如果他们能亲眼看看，肯定会对台湾有新的认识。就这样，燕子开始筹划父母的台湾之行。但他爸爸一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去什么台湾？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个小岛吗？这时候，燕子使出了杀手锏，撒娇：爸爸，您不是一直想去台湾长庚医院参观吗？那可是亚洲顶尖的医疗机构之一啊！而且妈妈不是一直想去故宫博物院看看吗？台北故宫的馆藏可是世界闻名的。一听这两个地方，燕子爸妈的眼睛都亮了。燕子爸爸作为医生，确实对台湾的医疗系统很感兴趣，而燕子妈妈作为教授，则对台北故宫的文物垂涎已久。在燕子的软磨硬泡下，他爸妈终于答应去台湾考察一番。临行前，燕子爸爸还不忘嘱咐：我们去看看就是了，但不代表同意你们的事。他平时虽然省吃俭用，但对我特别舍得花钱，我们一起去过好多地方旅行呢。看吧，这就是文化差异啊！我感叹道。大陆这边，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大家都有一种不买房就没安全感的焦虑。但台湾社会更加成熟稳定，人们的价值观也更多元。但问题是，怎么让燕子的父母明白这一点呢？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灵机一动，这样吧，既然你爸妈不了解现在的台湾，那就让他们亲眼去看看，你安排他们去台湾旅游，顺便见见阿红和他的家人，实地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活，说不定就改变看法了。燕子一拍大腿，丽姐，你太聪明了。我爸妈确实从来没去过台湾，只是道听途说。如果他们能亲眼看看，肯定会对台湾有新的认识。就这样，燕子开始筹划父母的台湾之行。但他爸爸一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去什么台湾？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个小岛吗？这时候，燕子使出了杀手锏，撒娇：爸爸，您不是一直想去台湾长庚医院参观吗？那可是亚洲顶尖的医疗机构之一啊！而且妈妈不是一直想去故宫博物院看看吗？台北故宫的馆藏可是世界闻名的。一听这两个地方，燕子爸妈的眼睛都亮了。燕子爸爸作为医生，确实对台湾的医疗系统很感兴趣，而燕子妈妈作为教授，则对台北故宫的文物垂涎已久。在燕子的软磨硬泡下，他爸妈终于答应去台湾考察一番。临行前，燕子爸爸还不忘嘱咐：我们去看看就是了，但不代表同意你们的事。台北的街道真干净。燕子爸爸说，而且这里的人都很有素质，排队很自觉，说话也很客气。燕子妈妈也点头，是啊，感觉治安也特别好，晚上出来逛街一点都不担心。阿红骄傲地说，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我们很注重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这里的人均 GDP 虽然比不上香港或新加坡，但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燕子爸爸若有所思，确实，我之前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早以前。这几天的所见所闻让我改变了不少看法。看到父母的态度有所软化，燕子心里暗暗高兴。不过，真正让燕子爸爸彻底转变态度的是参观阿红的公司。阿红所在的公司是台湾一家知名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声誉。公司环境一流，员工福利丰厚，阿红作为技术骨干，收入也相当可观。参观结束后，公司的 CEO 还特意出来接见燕子一家，并当着燕子爸妈的面表扬阿红。阿红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去年他负责的项目为公司创造了上亿新台币的价值。我们已经决定提拔他为技术总监，这也意味着他的薪资会有大幅提升。燕子爸爸听了这话，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台湾、对阿红的看法可能真的是太狭隘了。晚上，在阿红家的家宴上，燕子爸爸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关键问题：阿红啊，你为什么不买房子呢？以你的条件，应该买得起吧？阿红诚恳地回答：叔叔，我当然有能力买房子，但在台湾，我们的理念可能和大陆有些不同。我更愿意把钱投资在个人成长和生活体验上，而不是全部砸在房子里。再说了，阿红继续道，我和燕子还年轻，将来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改变。现在买了房子，反而会限制我们的选择。等我们结婚后，如果燕子喜欢，我们随时可以买房定居，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在北京。听了这番话，燕子爸爸沉默了。
他似乎开始理解房子在台湾年轻人心中的分量与北京人的认知确实有很大差异。回到酒店后，燕子忐忑不安地问父母：爸妈，你们觉得阿红怎么样？让他没想到的是，燕子爸爸竟然说这孩子不错，有上进心，也懂得尊重长辈。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很真诚。至于房子的事，其实也不是非要有房才能结婚。燕子妈妈也点点头，台湾确实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里的生活品质很高。如果你真的喜欢阿红，我们也不反对了。燕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激动地抱住父母：爸妈，你们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们会喜欢阿红的。就这样，在台湾之行的作用下，燕子父母终于接受了阿红。回到北京后，燕子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兴奋地分享了这个好消息。我笑着对她说：看吧，我就说嘛，你爸妈只是不了解台湾。实际上，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一点都不比北京差，只是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不同而已。丽姐，你说的太对了，燕子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你出的主意，让我爸妈亲自去台湾看看，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看法。我欣慰地说，这就是我们做红娘的价值啊！不只是撮合有情人，更重要的是消除误解，促进理解。尤其是像两岸这样的特殊情况，更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半年后，燕子和阿红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燕子爸妈全程笑容满面，虽然心里还有一丝不舍得女儿远嫁台湾，但也真心祝福这对新人。婚后，燕子和阿红在台北租了一套小公寓，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燕子很快就适应了台北的生活节奏，还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工作。她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台北的美食、风景和生活趣事，看得出来她过得很幸福。燕子爸爸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女儿的选择，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他总是担心女儿在台湾会不会受委屈，尤其是没有自己的房子，会不会影响生活质量。每次视频通话，他都会旁敲侧击地问燕子：你们有没有考虑买房的事情啊？燕子总是笑着回答：爸，我们现在的小公寓住得挺好的，离公司也近，而且租金也不贵，我们现在更想把钱花在旅行和学习上。燕子爸爸虽然不太理解，但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女儿看起来确实很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1年过去了。这1年里，阿红在事业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他带领的研发团队成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半导体设备，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公司也兑现了承诺，提拔他为技术总监，年薪翻了1倍多。而燕子也不甘落后，凭借着在北京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他在台北的科技公司也步步高升，成为了部门主管。燕子经常对我说：丽姐，我真的太爱台北这座城市了，这里的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但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一点都不差。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品质真的很高，下班后还有时间去健身、学习，周末可以和阿红去郊外爬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每次听到燕子这样分享，我都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我也能理解燕子爸爸的担忧。毕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买房几乎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没有房子，在很多人眼中就等于没有根。然而，燕子和阿红似乎完全不着急买房的事情，他们把更多的钱投资在了个人成长和生活体验上。燕子报名了台大的 EMBA 课程，阿红则开始学习金融投资知识。他们还经常利用假期去旅行，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去了很多地方。有一次，燕子爸爸在视频通话中忍不住问道：你们不是又去旅行了吧？这些钱要是存起来，早就够付首付了吧？燕子笑着说：爸，我和阿红不只是把钱花在旅行上，我们在台湾的股市和基金上也有投资，收益还不错呢。阿红说，与其把钱都砸在房子上，不如分散投资，让资产增值的空间更大。燕子爸爸听了这话，若有所思。他是传统的北京人，一直认为买房保值是最稳妥的投资方式。但看到女儿和女婿这种新颖的理财观念，他也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太过保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燕子爸爸渐渐发现，女儿在台北的生活质量确实一点都不比北京差，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看起来比在北京时更加从容快乐。这让他不得不承认，也许房子真的不是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在这时，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突然发生了变化，受到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影响，房价开始出现下跌。而燕子爸爸之前刚刚投资的那套商品房，竟然一下子贬值了近2成。燕子爸爸急得团团转，这可怎么办？我那套房子可是花了好几百万啊！
现在一下子就缩水这么多，这不是亏大了吗？燕子安慰道：“爸，您别担心，房价有涨有跌是正常的，长期来看应该还是会升值的。”燕子爸爸摇摇头，一脸苦恼：“可我当初买这套房子，就是听人说肯定会升值的，谁知道会遇到这种情况。”燕子见父亲如此担忧，便把这事儿告诉了阿红。没想到阿红竟然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要不我们帮叔叔分散一下投资风险吧？我可以介绍叔叔了解一下台湾这边的基金和股票投资。”燕子将这个建议转告给了父亲。燕子爸爸虽然一开始有些犹豫，但在女儿的鼓励下，他还是决定试一试。就这样，在阿红的指导下，燕子爸爸开始尝试投资台湾的股票和基金。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些投资竟然在短短半年内就有了不错的收益。尤其是阿红推荐的那只台湾科技股基金，涨幅高达30%。燕子爸爸喜出望外，没想到台湾的投资渠道这么多，而且回报率这么高。阿红这孩子确实有两把刷子啊！从那以后，燕子爸爸对阿红的态度明显热络了很多。他经常主动和阿红探讨投资心得，还把北京的医疗资源介绍给阿红，帮助他拓展在大陆的人脉。两岸的关系就这样在钱的纽带下变得更加亲密了。而就在燕子和阿红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决定买房了。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他们买的房子竟然是在台北市中心的一套豪宅。当燕子和阿红邀请燕子爸妈来台北做客，并把他们带到那套崭新的大房子时，燕子爸爸简直惊呆了。这是你们买的？燕子爸爸环顾着宽敞明亮的客厅，一脸难以置信。阿红笑着点点头：“是的，叔叔，这套房子是我和燕子一起努力的成果。”燕子补充道：“爸，这套房子的首付款有一部分是我们这2年投资的收益。另外，阿红的公司也给了我们很优惠的内部购房贷款。”燕子爸爸走进厨房，又看了看宽敞的卧室，最后站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台北美丽的夜景，内心五味杂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初有多么狭隘。他曾经以为台湾比不上北京繁华，台湾人的经济实力比不上北京人。他曾经担心女儿嫁给阿红会吃苦，会没有好的生活品质。但现在看来，这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燕子妈妈也感慨道：“阿红，你们真的很了不起。在北京，年轻人想靠自己的努力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阿红谦虚地说：“阿姨，这都是我和燕子一起努力的成果。”其实，在台湾，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买房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理财观念和职业规划。燕子爸爸听了这话，沉默了许久。最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他走到阿红面前，突然单膝跪地，诚恳地说：“阿红，2年前我曾经说过你连房子都买不起，凭什么娶我女儿这样的话？现在我要向你道歉，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眼界的狭隘。请你原谅我当初的无知和傲慢。”阿红连忙扶起燕子爸爸：“叔叔，您这是干什么？您是长辈，怎么能给我下跪呢？您当初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过上好日子。”燕子爸爸眼圈微红：“不，阿红，我不只是担心女儿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对台湾有着深深的偏见。我总以为大陆发展的这么快，台湾肯定比不上。但这次来台北，住在你们的新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品质。北京那些动辄上千万的房子，住着忙得喘不过气的人，真的比你们幸福吗？”阿红和燕子相视一笑，然后阿红说：“叔叔，其实两岸的发展模式不同，价值观也有差异，但并不存在谁比谁强的问题。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珍惜身边的人和事。”燕子妈妈也感慨道：“是啊，我们北京人太看重房子了，总觉得没有房子就没有安全感。但看看你们，即使之前租房子住，不也过得很幸福吗？”阿红点点头，在台湾，我们更注重生活的平衡和幸福感。房子固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家庭关系、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燕子爸爸深受触动，阿红说得对，我们北京人可能太过功利了，总是用物质条件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但这次来台湾，我才发现，这里的人虽然没有那么拼命工作，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却很高。就这样，在台北的这套新房子里，燕子一家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文化交流和价值观碰撞。燕子爸爸彻底放下了对台湾的偏见，也更加支持女儿和女婿的生活方式。临走前，燕子爸爸还特意对阿红说：“阿红，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也有孩子想去台湾发展，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阿红欣然答应，
叔叔，我很乐意帮忙。其实现在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大陆年轻人来台湾发展，有很多台湾年轻人去大陆创业，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燕子爸爸感慨道：没错，我以前总觉得台湾穷，现在才知道这是多么可笑的偏见。台湾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都很发达，生活品质一点都不比北京差。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懂得平衡工作和生活，不像我们北京人那样拼命赚钱买房，却忘了享受生活。燕子妈妈也点头表示同意。是啊，看看燕子，自从嫁到台湾后，整个人都变得更加开朗、从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不妨试着放下偏见，去对方的城市或地区走一走，看一看，说不定你会和燕子爸爸一样，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呢。最后，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在婚姻中，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价值观是否契合。如果一段婚姻仅仅建立在物质基础上，那么一旦这些物质条件发生变化，婚姻也会随之摇摇欲坠。反之，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价值观相似，那么即使遇到困难，他们也能一起面对，一起成长。就像燕子和阿红，他们不仅共同创造了美好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一起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燕子和阿红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发，也希望所有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不被地域和偏见所阻隔。我是丽姐，我们下期故事再见。